要这个真心一点，你的心要打开。OK， 你心不打开，你跟老师不相应。哎，你这个想不想知道？哦，这也差不多，就告诉你吧。实际上，这个是科学家的发现，不是我的发现。先声明，这个版权不是我的啊。科学家发现了一个东西，他制造了一个真空。人类可以制造真空的，它叫抽真空实验嘛。你们知道，你们要出差嫌那个衣服太占空间了，弄个抽真空的，也是抽真空就没有空气了，然后那个衣服就扁扁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科学家的真空比这厉害多了，真的里面抽到完全的没有物质，就叫真空了。他做了个真空实验，他在一个容器里面抽了真空以后，他观察这个真空空间，结果突然发现这个有东西在这个真空空间里升起来，是一个光点啊。所以说他在这个真空里面会看到自然的有一个光点起来。哎，这个光点升起来以后，它会分成两个光点啊，它分了，到了一个时候它分成两个光点，两个光点以后呢，哎，它又相吸，然后生成第三个光点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是科学家发现的。这个所以是它叫真空自燃现象，就是自我燃烧现象，也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真空中会燃烧出一个光点来，所以它这个叫自燃。你们中间可能有学过藏密密法的，藏密密法里面它有个燃法、持法啊。那么就是说，你先要自己没开始有这个能量产生的时候，你要通过燃烧的方法使它升起来，燃烧以后要使这个燃烧起来的这个热能持久，它叫持明。越持久，越持越久，你那个地方越光明，越放光，然后越热，然后越光化，慢慢的里面的垃圾就出来了，黑色的这个物质不好的东西出来了。那你经过一个持明修炼一会儿，然后那个地方就放光了，一放光病疼没了。它这个叫燃法，这个在藏密里他提到这个，记住啊，这个方法是比真空科学来的早久远的很多，大概释迦牟尼离我们2000多年了啊。藏密密法传承到今天也有800-900年的历史了，所以说早在800-900年前或者释迦牟尼时代，他就懂得真空自燃的方法，就是在真空中怎么燃起一个光点，然后使这个光点再创造第二个光点，第二个光点跟第一个光点再碰撞，生成第三个光点，释放巨大的能量。这个时候产生热能啊，身上就开始发热，它就产生着火啊。这一系列的，这是结合着藏密提醒你们藏密修正者科学，是不是？那这个真空实验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呢？那么早在物理科学家他就发现了一个能量跟物质是可以转换的，这个叫质能转换定律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物质可以变成什么？物质可以变成能量。木头是物质的，我一烧木头不见了，它变成什么了？变成热能了。我烧10根木头可以产生10根木头的热能，烧1根木头饭不能熟，馒头不能蒸熟，烧2根木头快熟了，烧3根就熟了。所以你一定要烧足够的物质的东西转换成能量，才能够做成功啊。功懂不懂？叫功能。所以是 W 等于 F 乘 S 啊。所以是很多东西你要知道，早在科学的这个家发现的这些原理之前，有一批高级科学家，他是通过特殊的方法发现了宇宙实相、生命实相。谁讲的这个话？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是个人，他发现了宇宙的真理。实相是真理，真理是什么？你说是这个，
我说也是这个，他说也是这个，那么千年万年亿万年谁说都没用，还是这个，因为是真相，不朽不坏，金刚不坏。所以他发现了宇宙的实相，还有生命的实相，这还得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的人，刚才给你们诱导了半天，你们一致假戏真做，是丢失了生命的实相。你不明生命实相，所以你在假戏真做。佛陀是假戏不做了，开始做真戏，真成佛了，获得永生了。耶稣基督也是假戏不做，真做真戏，演真戏，真成先知了。中国历代的祖师老子这个八仙、全真七子，这些都是历史人物，都是真人，都是真正的人，活生生的人。他们用了这些科学方法，自己成真人了，离开戏论，变成真人，获得永生。什么叫真人？真人不死，获得永生，金刚不坏。凡人一定要生死，还要生老病死苦都等着你，你还要经过病，还要痛苦。真正的得道的人，他没有病了，他不受苦了，所以说这个就是跟凡夫的不同。那么这些人是什么？叫生命科学家。记住，他不是你们认为的是一批精神病患者，是他突然做了个梦自己成佛了，突然做了个梦自己成神仙了，可不是这样的。他们经过了严肃的生命实验，把科学的道理应用在自己的身体里面，然后成功了。